大家好啊，今天24年10月5日，这周的交易日完成了，嗯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周的走势吧，还有稍微预测一下下周怎么走吧。OK，我们来看一下年线，年 K，年 K 的话，今年涨了21个点，还是很强哦。去年涨了26个点，今年涨了21个点。季度看一下，这个季度呢，前几天稍跌了一下，但是这个季度还很远呢，是看涨的。上个季度很漂亮，看没有？依然看涨，这个可以看一下。这个月还剩三周啊，也是看涨的。OK，周可以看一下。周 K 稍微弱一点，但是它跌下来，大量买上去也还行，所以我现在是满仓的那个状态，也没有怎么动。我们可以画一条趋势线，大概这样子的。这个通道没有形成，没有形成的话，我们画一个8月份近期的那个通道，对，这个压力点在这个条线上面，所以下周是看涨了吧？下周还是看涨。好，看一下月 K， 看一下 QQQ 的年 K， 年 K 涨了19.68%，今年还是看涨的。GK 上个季度的话稍微弱点，涨2%。可以看回以前的减息周期，21年这个季度你看也是挺弱的，但下个季度它才涨了11个点，所以美股现在还是继续向上走，还没有看到有那个要回调的那个迹象。没有。月 K 的话，这里这几个月稍微弱了点，调整了3个月，对不对？它调整了，它不往下跌的话，它就往上涨了，有点像这个地方，它往上涨，直接涨5、6个点很正常。按照那个技术面来看的话，还是看涨。我一般不去分析那个客观的面，因为客观的面太多因素会影响到自己的判断了，所以我都一般都不会去分析它。每一次分析出来呢，自己也会错，然后有新的那个客观的因素出来呢，你就会改。其实什么东西都反映在那个股票那里，也就是用脚投票。这周的那个上周啦，我就清了差不多，上周我剩下30%的仓，然后呢，看它比较弱嘛，然后就猜它会有一个低点，然后就在它包括这个地方吧，483块钱的地方呢就买进了，没有买到，后面又补满了后面三层的仓，在这个位置。买的一般般吧，就是上一周不减了差不多3层4层的仓嘛，但是回调到这里的话没有等到，在这个地方买了，
所以一般般吧，还是要耐心一点才能买到一个好货。很多买进的位置，星期一、星期二，甚至星期三、星期四好像都有。你看星期四都有，星期一它涨了是吧？星期一我在这个地方买，位置不漂亮。星期二有位置，星期三有位置，星期四都有位置，还是挺漂亮的。日 K 的话，我们可以画一条线。这个动态很好看，这挺简单的。这个通道看，这就是一个支撑位，这里的一个向上通道不成立。OK， 看到没有？这里大概有多个点呢？两个点的话，那你这一波从这里涨上去的话，到这里的话，那也有3个点、4个点升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，也很不错。按照那个技术面来看的话，昨天然后道指它又创新高，所以呢，我是看 QQQ 能创新高的。上次离创新高的话也没有多远，大概1.73吧，1.73%。现在看创新高还有多远呢？还有3个点啊，这部分利润也很不错，所以说看着这个上升通道，看到这条线，按着这个上升通道，让它一起涨，然后又跌穿了，然后可以做减仓的一个操作。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优点吧。优点的话就是，它不会太影响你的个人的那个，不会有你的个人情绪啊，包括一些，举个例子啊，今天你心情不好啊，或者是你资金量比较大呀，或者今天天气不好啊，它也会影响到你的判断，对不对？或者啊，今天我跟谁聊了，哎，觉得他的那个他的那个策略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也挺好的，呀，它会影响到你。所以说呢，我是比较相信技术面多过于自己。技术面是不会错的，因为技术面它是有大家用脚投票决定的，这个价格是一个数据，是大家买的这个东西，还加有苹果 NVIDIA 对不对？大家觉得它值这个钱，它才能买到这个价格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超买超卖，那你要看嘛，看它那个看它现在强不强嘛，还是比较弱嘛，对不对？技术分析还是蛮有优点的，我觉得，对我来说，而且没有太大压力。我技术分析的话，我是不会说，像这里创新高，那肯定要得注意啦。你看这一波，你创新高，你画个线出来，你跌穿这里了，那你就走嘛，你跌穿这里你走，要不然的话，你被套的话，哇，这里你是无法承受的。这里 QQQ 跌23个点，而且如果你在最高，假如你在最高处买的话，跌差不多16个点，跌差不多16个点，很多股票跌了40%-50%。你资金量少你几万块钱没什么，你资金量大的话，你真的是，你炒个股，我靠，头发都白了，那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生活还得生活。
你你100万进去，你跌了50-60个点，那个时候是很难去承受住了。那假如再跌呢？跟22年那样子，22年可是我给你看22年，看回周 K 吧。那这就是22年从最高点1月份，算它1月份了，是不是？1月份开始跌下来，跌了差不多36.56%，跌了36.56%。我给你看一下，英伟达，看一下苹果吧。那看一下苹果吧，苹果在这里就也跌了差不多30个点，这个也还好。你看一下特斯拉，大家都喜欢特斯拉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特斯拉。我你妈，跌了70多个点了，你100万进去，你就剩个10几20万。问题是你拿得住还好哦，你拿不住啊，那他妈的现在你都还没有回本的。如果你最高点买的，那难免有人是在最高点买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就是大跌的时候还是避一下，不避一下的话，心里扛不住了。我是这样的策略，但是有些人他那个对，他们是常拿就拿10几年那些，我也佩服他们。那些就是那个叫价值投资咯，跟巴菲特这样子，价值投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你像英伟达，你拿了，你像你最高点。我们聊到那个英伟达，如果你是价值投资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周 K， 英伟达的周 K。价值投资的话，你在这个点35块钱，跌了70%。OK， 你是价值投资对不对？你就不要动，你不要动的话，现在涨了也翻了2-3倍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价值投资的魅力。只要你拿得住，那真的是很厉害，不用那么辛苦看盘，对不对？你要选出一条票，所以呢还是蛮重要。但是如果你能把均价拉到这个地方的话，那你的那个增长就是6-7倍。所以呢，稍微的话，可以避免一些大跌的话，你的那个利润空间呢，你在这里买是2.5倍。但是你能避免这种大跌，像这种大跌避免得了一半的话，你在这个地方买的话，你都是5倍。哇，2年5-6倍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利润了。所以说呢，技术分析呢还是蛮重要的。我个人的操作，比较稳，也比较舒服，仓位也可以控制一下，也比较舒服，对吧？今天聊那么多，拜拜。